咱说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，最近呢，网络上有个传闻，说卢拉上台之后啊，就已经决定干嘛要全面清除在巴西的日本学校。哎，大概是这样的。之前老铁们你们都知道啊，日本人一直在搞这个叫什么共荣啊，什么这些。为什么当时侵略呢？他当列强呢，就因为他觉得他地方不够用，他想呢整个都是他的，世界都是他的啊，他的人都是世界的。反正说就是当时就感觉说他们那是个小岛，周围都是海，他觉得不安全，而且他在地震带上啊，保不齐一次地震，保不齐一次地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家人们，他一直在搞这个换家，搞这个偷家模式。那么其实重灾区啊，他侵略不成，抢不成，他就是干什么呢？他就买，哎，他就是暗地里面偷。怎么偷呢？就通过大量的买取当地的土地，哎，就感觉说这个地方就是日本人的了。这个重灾区就在巴西，家人们，巴西好多土地都卖给日本人了，大资本家全是日本人，知道吗？他们政府还不叫事儿呢。后来卢拉上台之后呢，卢拉就感觉出来了。那么之前家人们你们都知道，日本地震带。这个时候我是说过，长期以来日本人在巴西大肆购买地，大概多少地呢？大概是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并且大量移民呐都在巴西了啊。这个移民是多少呢？1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住了200万人，还在巴西建了大量的日本人学校啊，日本学校，甚至在巴西当地呢还有日本的那个什么联合会啊，什么七七八八的。你说这个小本子是打算干啥？说白了不就是想着万一真大地震了，富士山喷发了，然后那些有钱人能跑到巴西继续生活吗？对吧？来个巴西日本村吗？对吧？但是这个事儿说了几次之后呢，巴西总统卢拉也是真就注意到了，知道吧？他当时没当回事儿。所以说为了避免巴西被日本给占领了啊，这个和平占领了，避免巴西成为第二个巴勒斯坦，卢拉上台之后那是二话没说的，直接就开始清扫日本人。而且还不是跟美国人一样直接找事儿，而是用了非常非常理性的办法，比如说开始审查日本人购买巴西土地的合法性，开始全面关闭日本在巴西的学校啊等等，说你可以啊，你在我这上学呗，上我巴西的学不行吗？一定要上你的日本学校吗？对不对？那这个消息呢，别的国家看到了不知道什么感觉，但是咱这边一听肯定是觉得说，哎妈，太牛了，这太对了，巴西总统卢拉你太牛叉了。这原因是啥咱就不说了，大家都清楚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很多人就出现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巴西总统卢拉真干这个事儿了吗？还有就是万一小本子被赶出了巴西，那这200万人会跑到哪儿？哎，咱用不用注意点？怎么说呢？卢拉下令审查日本购买巴西土地合法性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的，但是他的出发点是不是为了把那个小巴嘎给赶走？那官方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这个表态。所以说家人们，咱这里不对这个信息有过多的评价，但是呢，我得介绍另外一个巴西的事件啊，巴西真事儿啊，什么事儿？巴西以国家犯罪方式进行了扫黑。记性好的老铁们，你们应该都记得啊。2014年，家人们，2014年巴西世界杯前夕啊，巴西展开扫黑除恶这个行动了。扫黑这种事儿吧，合法的方式是由警察去抓。啊，检方指控并且提交证据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再由法院去判决。但是巴西没这么干，他是直接出动军队，对他们直接就围剿了，根本不搞什么抓捕审问，没有。之所以这么干，是因为巴西非常清楚，抓了没用，知道吧？那巴西那个黑子们，那不少都是有美国势力保护的。今天抓走了，提出这个诉讼了，好不容易走了法庭的程序了，结果早晨才找出了证人，晚上灭口了。第二天证人没了，你说这个还审毛啊？对不对？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巴西那些黑帮可不是什么善茬的，不会说这次没有被抓住就不追究这个事儿了，而是等他们在法庭上因为没有证据释放之后，立即展开报复。懂我的意思吧？再加上呢，就黑子对当地的警察、检察官的、法官的家人一清二楚，调查非常清楚。一旦对这个黑子动手了，检察官呢、法院呢，什么这些人都遭了血罪了。说白了，朋友们，就是巴西政府知道，如果以合法合理的方式扫黑，意味着扫啥也黑不了啊，整个黑把白给扫了，最多就是做秀，然后继续乱套。所以说当时巴西总统就怒了，你知道吧？说去边拉去小黑子吧，老子不给你来正常套路了。骂完之后还不等这帮黑帮反应过来呢，大批军队直接干上去了，打的黑帮那就片甲不留啊，人仰马翻。通常来讲啊，正常国家是不会这么干的，但是巴西就这么干了。所以怎么说呢？从这个案例，兄弟们，咱们可以看巴西
以非常手段清除日本人与日本学校存在一定可能性，要不然再过100-200年，咱说真话，巴西真有可能被日本人直接和平给占了。这不是我在这吓唬他们啊，也不是吓唬你们，法国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？就现在巴黎街头，老铁们，黑色的人已经是黑满为患了，照此趋势下去，法国早晚会变成黑人的法国。为什么近年来以特朗普为首的右翼势力兴起了？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啊，黑人、拉美人这些外来的移民太多了。按照这样的趋势，到2050年，白人将会沦为少数族裔，被人实现和平占领。